这里是繁华半年，看一下昨天晚上的窗户啊。我们现在把车头调到对着阳光这边，现在在这除霜。在野外露营的话，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手机信号的问题。像在西藏这边啊，一般在野外的话，手机信号都是不太好的哈。今天我们继续昨天的旅途啊，前往扎达县的古格王朝啊。这土莲真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啊，不愧是世界最大土莲啊。这边很多这种蒲公英一样的东西啊，不知道这是啥？这是棉花吗？咱们没见过棉花啊。这边很多这种啊，看起来也不像啊，像羽毛。哎，这是啥？老鼠吗？到扎达县了。这个托林寺我们就不进去看了啊。它的地位比较特殊，就在于它是阿里地区的第一座寺庙。我们现在去吃饭啊，这个是属于路过，本来也不在我们的参观范围之内啊。把车停在旁边。藏语传唱的吧，应该是。我们在这个伊兰美食城吃完了啊，吃饱喝足，继续赶路。现在古格王朝不允许自己开车上去了，需要花20块钱坐他们的观光车上去。这个门票65块钱啊，是一张明信片，还是挺有特色的，带邮票啊，说是可以直接寄的。我们几个请个导游，可以呀。一车人偏了个导游啊。门上面圆圈里面有刻字，能看到对吧？这些刻的字不是藏文，是梵文字，这样读。嘛呢呗咪吽，6字真言。嘛呢呗咪吽，就这个。整个藏区独一无二。到尼泊尔的话，这个门是常见的。下边的窑洞是给底层人民住的啊，这种房子是给中间的官员什么住的啊，上面那个宫殿给皇上住的。这边有很多这种手印啊，可以看到这边的土并不硬啊，这边只是天气干。上不去了啊！我们来的时候不是看到这个山的整个山顶上有一个宫殿吗？它这边要经过一个暗道，然后上去。现在说是因为安全原因，无限期的关闭了，看不了山顶上的那个宫殿了。这边风景还是非常的壮观。景区现在能看的殿啊，就4个殿：杜姆殿、白殿、红殿、金刚殿。某一年的革命啊，这边几个殿里的佛像全都遭到破坏了，但是破坏了以后有破坏的美啊，尤其是白殿里边佛像断臂断头的都有，泥塑的稻草啊、架子呀、底座啊掉了的都有啊。红殿的话，释迦牟尼那一堆废墟啊，让人看着的话也是挺有感触的。关于这边的历史，古格王朝并不像是网上所说的那么玄乎啊，一夜之间全都消失了。这个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旅游的一个造势啊，造一个神秘感，让大家感兴趣嘛。一个王朝是吧？突然一夜之间全没了，这可能吗？实际上这边经过了很多次战争啊，
它真正灭亡的原因啊是比较有意思的啊。我们之前在普兰的时候说过啊，末代藏王因为灭佛，然后被刺杀以后啊，这个末代藏王的孙子叫吉德尼玛，他就跑到了阿里地区来了，在阿里地区重新建立了一个王国啊。他后面把自己的领地啊分封给了3个儿子啊，大儿子在普兰那边，二儿子就在扎达这边啊，当时叫古格，现在叫扎达，三儿子在拉达克，也就是现在的日土那边啊。这边是二儿子的地方哈，二儿子的儿子，也就是吉德尼玛的孙子啊，他又发扬起了佛教啊，他把阿底峡尊者请过来建了那个我们上午看的托林寺啊，托林寺就是吉德尼玛的孙子啊在这建的。吉德尼玛的爷爷灭佛，然后吉德尼玛的孙子又开始发扬佛法啊，他自己又开始政教合一，这还不是最曲折的啊。到了这个古格王朝灭亡的时候啊，其实古格王朝是和拉达克王朝打仗啊，其实这2个都是同宗的啊，他们都是吉德尼玛的子孙啊，但是经过了100年啊，很多代以后啊，拉达克和这个古格这边就不和。现在基本上已经弄清楚古格王朝灭亡的原因了。按照考古的说法啊，古格王朝的末代啊，就不是吉德尼玛的孙子了，又往后过了好几百年，他觉得这个佛教的宗教势力啊又太强大了，他又想搞佛教啊，他这次想拉天主教啊，就是西方的十字架啊，制约这个佛教啊，这下好了，又被当地支持佛教的这个人啊暗中沟通拉达克啊，相当于出了内奸嘛，拉达克就把这边非常顺利的就把这边给灭亡了。当时国王他当时想保护百姓嘛，他就主动投降了，但是他投降了也没落得个好下场啊。当时好像拉达克对这边就进行了屠城啊。据说当年发现古格王朝的时候啊，阿里吧这边地方比较偏，很多地方其实都没人去的，发现地上散落的盔甲呀、兵器啥的，就好像是昨天刚打完仗一样啊。这个又比较玄乎啊。这个历史有时候也是一个轮回呀。咱们再去看一下藏尸洞啊，听说地上全是人骨头啊，密密麻麻的。这也幸亏是大中午的啊，有这个胆子。去藏尸洞的这个路感觉还挺远的啊。光线比较暗，其实看不出来什么东西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地质啊，下面是这种岩石，然后上面就是鹅卵石、砂石合物啊。这说明了啥？要么这边以前是一条特别大的河啊，要么这边以前就是一片大海呀。我们都知道青藏高原以前确实是一片大海呀。我们准备不返回去坐观光车了啊，准备沿着这条路继续往下走，看看能走到哪儿去啊。因为上来的时候坐观光车的时候，司机大哥说不买观光车票啊也可以上来，坐观光车是3公里啊，如果步行的话会短一点。这边这条路我怀疑应该是能走回去的啊。看这边的这个蓝紫色的这个荆棘啊，咱们在土林里边徒步一下啊。这个路好像转回去了，转到这个山上去了。我们现在跨过这条小河了啊，继续往前走，看一下。走路的这个方向是对的啊，因为现在手机没有信号啊，没法导航。这个是不是沙棘啊？这边全是这种小浆果啊。今天算是彻底体验了一波啊，回到起点了。如果不坐观光车的话哈，到了这个卖票的这个地方啊，有栏杆的这个地方啊，沿着左边这条路一直沿着右手边这个山走啊，走到藏尸洞，再沿着阶梯往上走就到了，能省20块钱
观光车票啊，还要走来回才能省20块钱啊。那我的建议就是坐车上去，如果说去看唐石洞的话，从唐石洞再走回来，10几分钟吧，20分钟。今天就是这样了啊，拜拜。